个椰子臭掉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就我不知道坏掉的水果或者是椰子超声音有这种味道。有没有可能那个是以前有人的？没有，因为连续很多颗都类似的。真的。对，你们原本有想过这个整个系列变成蛮幽默的？没有，因为我本来要一个人去的，然后我一个人就是一个纪录片的感觉，可能也不会很多对话，就一个人，你可能后来跟 Kama 讲，就是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反正我问 Eric 来，他来我大概会知道他应该会带一点，其实就是在岛上确实蛮多。然后我后来跟剪辑师讨论剪这个氛围，然后如果我们被删掉的话，我可能整集都没在讲话。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小周末开趴我是小米，我是佑荣，每周陪伴你们的好闺蜜。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今天才加这个台词，每周陪伴你们的好闺蜜回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 Doodleman 来聊，就是单飞之后的心境啊，还有一些你们5周年了嘛，创业的一些挫折啊，还有一些好朋友合伙的mega。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严肃吧。还有之后要怎么样玩跟大家好啦，欢迎Ian，大家好。我有个心愿，很久没有听到你们两个合体说哈，大家好，我们是 The Doodleman， 这样可以来一个吗？你先讲。1、2、3。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oodleman， 我是 Eric， 我是Ian。我们真的最近拍片都没有这样，对，好久没有讲了，要让大家重温一下。好整齐哦，对，都粉很开心，是吗？对，很开心。我们是难得这么整齐啦，我们通常都会说一起讲说我是 Eric， 我是 Ian， 会抢拍，所以他刚才说，你先讲，原来是这样子。先讲好。好，那我们节目惯例就是要请你们分享一下上周末、上周啦发生一些什么有趣小故事。谁先？你先好了。我先讲吧。好。我最近在看房子嘛，因为我在我的频道有分享过，最近想要从我的办公室搬出去，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跟工作的平衡。是蔡阿嘎建议的吗？蔡阿嘎有建议，可是呢，其实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房子，在找了，其实我已经找了可能1个多月，然后终于找到了，恭喜！真的是最近这几天的事而已。其实我真的很替你开心，找到了。怎么说？你也觉得？他一直在老板一直在办公室里面因为晃来晃去。他一开始就说他要驻办，我就说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idea。我觉得你这样工作，他自己的生活没办法。他就是想要活在工作里的男人。对，然后他终于做这决定的时候，讲说很棒。你知道还有谁会很高兴吗？你的员工。对，他们其实是应该是蛮开心的。没有啦。对啊，所以我最近找到，然后。我觉得因为还没搬进去啊，其实约也还没签啦，就是过几天才会签。可是我应该是这个月底就会搬过去，然后蛮期待之后的一个新生活，还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期待 housewarming 啊，对啊，你那时候又不在，对吧？可以飞回来吧？做一个计划，我飞回来哦，有飞回来。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可以再办。不小心讲出来。那 Aaron 呢？我其实因为回台湾工作都满满的，对，所以我刚刚硬想了一个上周。就是让我热血沸腾的事什么？你们有在看棒球吗？最近有看 Ohtani， 对，我就是看第7战那一场，你有看？很精彩。就是我很少支持球队，就一路被压着打。然后通常被压着打的时候，然后反正最后都会输掉。对，他没想到这次在最后反转，那个真的超嗨的。这场真的超级好看。对，是在家里看转播这样子。在家里看转播，然后这应该是棒球里面我看过最好看的一场，而且我看到你限动发了好几则，对，太兴奋，有感受到你的热血沸腾。你平常就有在看棒球吗？我真的是因为大谷翔平才开始看。可是他去哪一队，未来去哪里就是跟着他就对了。对，可是他会在道奇10年啦。对了，他签10年，对啊，而且又有地缘关系，现在住 LA， 所以确实，你现在是 LA 人，我现在有一点墙头草变成道奇队的粉丝。OK。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Doodleman 最近拍的那个《荒岛求生》非常精彩，而且要续集了吧？因为你们破700万了哦，还没破。今天破，我昨天稍微算一下是破了，破700万，看来是要第2季了。好，你们有需要会爬树的吗？你会爬树吗？他会爬树。其实屏东人都会爬树，真的假的？那所以下次拍之前，我先去屏东一趟。对，要先学一下怎么爬树。你爬过最高的树多高？有Ian爬那棵那么高吗？没有，那个好高哦。我觉得你那个超级高，我觉得你可以，只是你还没有。如果我都在那边饿成那样了，我愿意啊，不然我就饿死了。对啊，对啊。那大家看到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播完了。那我想问
荒岛求生这几天让你们最崩溃的事情是什么？哇，一度就是我好想回家。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去之前我以为我不喝咖啡会受不了，因为我是每天喝2到3杯。我知道你出去2到3杯都要喝啊，所以我去之前我想说，哇，完了，果然是 Eric Castle。而真的最痛苦就是蚊子。哦，你说那个3根都肿起来的部分吗？对不起，不是说不能剪他的脸，免费整形，你的脸是歪的。对，我的那个叫什么3根哦，3根，对，整个肿起来。我想说，这谁？这是谁？变一个外国人。对，我真的第一个晚上被叮完，我隔天早上我们在用那个相机拍，对，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哇，综艺之神也不用这样吧，就是这也有点夸张，太多了，这效果做太多了，效果太多了。我很 surprise 你没有偷带咖啡，因为你看带你要怎么泡？带保健带 iPad 啦，咖啡你怎么泡？对吧？没水啊，没办法我不知道有没有水啊。搞不好你有自己先带再查了一个方法，会不对啊？对，我就连特别带那个维他命 C， 对我都没有吃啊，大家没水啊，都要省着。你可以干吞啊，我怕噎到，然后怎么办？只喝海水。结果最后死的方式是噎死维他命，好像也有点惨。对啊，你也是吗？蚊子啊，蚊子是第一个最冲击的，因为我在规划整个就是荒岛求生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信心满满。也不能说信心满满啦，就觉得天不怕地不怕，很大概热血，可以预测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定会饿肚子嘛，一定要盖房子，一定要找方法，就是对抓鱼啊干嘛的。可是我没有料到蚊子比我想象夸张，大概就是10倍20倍。那你们回到台湾有去 Google 说要怎么样驱蚊吗？就是在荒岛求生的时候，我很好奇有人留言，就是在留言区发现的，就是有人说只要把身体涂满泥巴。哦，可是你就是去挖真的土，对，挖土，然后就是把自己裹满泥巴，这样就身体脏脏的。对啊，可是我现在可能会 prefer 身体脏脏的。所以如果第2季你们就会带蚊香去吗？我直接把那个露营区整个搬过去啊，直接带一个帐篷，直接带帐篷。对啊，可是我记得你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去，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你说，你会有准备那个什么篓啊，去抓什么蚵，或是蛤蟆什么的？你说有都有准备什么？我没看到啊。我们有准备一个鱼枪啊，就说准备那个鱼枪。但是网会不会比较容易啊？网可能比较容易，感觉好像比较容易。鱼枪真的比想象中难。对啊，我真的以为有鱼枪，因为我们本来就设计好会有鱼枪，我觉得有鱼枪应该是稳的，而且鱼枪画面比较好看，就射到就很帅，应该一定有，结果超难。而且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夜市玩游戏嘛，然后我们男生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什么射枪啊，什么球感很好，对，觉得鱼枪好像很简单，对，真的蛮难的。所以第几天吃到鱼？第4天吃到鱼。第4天，你们前几天就喝椰子水啊，芒果、椰子水、椰子果肉，然后。我们那个有一个螺是什么时候吃？杏仁好像第4天。对，有一个那种7角螺还7星螺，那个看起来超级好吃，那个超级好吃，那感觉是海产店会卖很贵的那种，那真的超好吃，而且都不用什么任何调味料，有海水那个鲜味。对哦，那你们现在看到海鲜会怕吗？不会啊，真的。那看到椰子会怕吗？会小怕。我今天才喝椰子水，今天喝椰子水，对，好喝啦，还是好喝，而且。那椰子水从我们办公室冰箱拿出来，想说，今年2月过期，现在是11月，我想说，荒岛那椰子都喝过，这个 OK 吧？然后我就喝了，难怪你会头痛，因为它没开过。会不会是这样头痛啊？不是，可是它是包装，我喝那个就是因为我头痛，我想我需要电解质，所以我才喝椰子水。可是不合理啊！如果包装上面水2月过期，虽然它没开过，它还是过期啦。都还是过期啊，没关系啦，你们那个椰子烂掉的都喝了，希望可以录得完自己跑，合理吗？也还好。那个椰子臭掉的味道是什么味道？是大便味吗？大便水沟 ，What？ 加起来真的大便水沟味。我不知道坏掉的水果或者是椰子可以是有这种味道，真的很臭。我以为可能就是大家很想象就酸酸的而已，不是，它是那种屎味，真的是屎味。有没有可能那个是以前有人就大便？没有，因为连续很多颗都类似的味道，真的。对，我昨天来录之前刚好看到你们播出第6集，然后你们到第6集拿出来的那个就是员工给你们的小礼物都超烂的，但是我在想会不会第7天来个超好的，但是你们要走的。第7天我们可以讲，其实已经播出了，播出 OK。第7天是一个
捕蝴蝶的网子，捕梦网哦，那可以捕不是鱼吗？捕梦网啦，对啊，捕鱼啊，捕螃蟹？可以捕鱼，可是它的面积没有很大。那个是谁送的？是好烂。维力我们剪辑师，可是都已经最后一天了。他早一点送的话还 OK， 可是他最后一天我们都要走了才送。我们以为最后一天他们应该是给我们什么补充能量的东西。对啊，一些什么没有，他们真的很不会做效果。他们太会做效果，太会做效果，表示你们没有 say 啊，没有 say， 对，没有 say， 好痛苦哦！如果在那个第7天拿到这种东西，那个你们那个无人岛跟那个本岛爱尼岛就是15分钟的船程，对对对。那你那时候有考虑要？我请问一下，对你们为什么要坐船？你不是比过226吗？游回去啊？会累啊，会累。没有，他们的设计就是要在无人岛生活嘛。对啊，虽然可能第3、第4天我可以游回去，可是你是说第一天就直接游走？这是他刚刚想家的问题。对。就是那是被绑架，因为你们很认真在坐那个船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不是游过不知道多少公里，还是3.8公里？对，可是那时候要坐船，还是要坐船，是因为我们还有东西要载走，包包什么的。对啊，我们要把这种东西载走，还有一堆，而且还有 iPad 不能 iPad 没有，结果最后 iPad 坏掉了，你知道它坏掉了。我第一集看到 iPad 真的笑出来，我看到的时候会傻眼，差点哭出来，因为我7天完全没用。对不对？你可以作证。对，但他真的没用，我完全没用。我后面就忘记这件事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 iPad 就一直放那个包包里面，然后有一阵子下雨，下雨，所以我把一些东西放到防水包里面。然后我不知道是泡到水还是怎样，反正我坏掉。1个月前我要用我这个 iPad， 打不开。怎么会这样？对啊，莫名其妙。你们原本有想过这个整个系列会变成是蛮幽默的一个？没有。我觉得他想象的应该不会这么的幽默，他想象应该是很苦、刻苦耐劳的。因为我本来是要一个人去的，然后我一个人就是一个纪录片的感觉嘛，然后真的很苦，真的是跟那个电影 Castaway 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不会，可能也不会很多对话，因为就一个人，你可能话也不会这么一直跟 camera 讲话，就是遇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对不对？然后反正我问 Eric 来。他就哇，我很惊讶，他有答应欸，他来我大概会知道他应该会带一点干话，可是我们这么辛苦这么累，应该不会到那么多，因为没时间开玩笑，对，没时间没有力气开玩笑，所以后面我们拍完，其实就是在岛上确实蛮多干话了。然后我后来跟剪辑师讨论说 ，OK， 我们这些素材带回来，我们要怎么去？就是剪这个氛围，这痛调其实刚出版就是还是偏严肃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它的一些干话我们不会特别放大，或者是做一些特效，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他有在做梗了，可是我们的那个音效啊跟背景音乐没有衬托出来，然后觉得不行，这样子应该还是要做好玩一点，把整个氛围做好玩一点。对，然后如果我干话全部被删掉的话，我可能整集都没在讲话。因为你只有讲干话，我讲干话，我没法讲，只有吧，怎么都是一人在讲话。为什么你在那个环境下，现场应该是真的很苦的吧？蛮苦的，而且其实因为你们已经饿到快不行了，快不行。那你怎么还讲得出干话？苦中作乐啊，苦中作乐，真的是苦中作乐，就是，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那体验很新奇。就是我们人生中没体验过这些事情，所以有这个新鲜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反应。所以你的一些多巴胺还在刺激你讲干话，所以就脱口而出。对。可是我觉得你的干话蛮好笑的。谢谢。你都是这样度过你人生的低潮的吗？其实真的低潮的时候也笑不出来啊。我没办法想象你就是很负能量的样子，因为荒岛求生已经。我觉得是极限的，你说还能怎么样更惨？因为你已经饿到不行了，你还办法讲笑话，基本需求都满足不了，还是因为你有一个责任在，你要照顾他的心情之类的。其实也没有啊。那你们有因为这7天感情升温吗？有真的，因为我们基本上虽然可以带手机，可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在用手机，能不用就不要用。真的是日落之后。我们真的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其实身体都是蛮累的，因为没什么吃，对，然后也睡不好，所以有那种7、8点没有阳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坐在沙滩上面，就是真的看着星星，然后聊天。那你们有谈心吗？谈心啊，有因此而聊到这5年来没有聊到的东西吗？
不一定要讲，但是有一些吧，有一些，然后未来人生的想象啊什么聊人生。对啊，因为你们很少有机会是可能坐下来，然后不是为了工作，对，不是开会，对，然后真的在聊自己这2个人这种感觉。而且在荒岛上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平常每次见到彼此的时候，工作就真的是很满，对。然后在荒岛上我们真的没事做，对不对？就是 OK， 晚上我们就放空，难得有放空的时间，真的是放空。对你来说应该也是蛮疗愈的吧？对，算疗愈。对，你没有很痛苦吗？没有我就很乐在其中。有没有突然觉得好像留白也不错，也不错这种感觉？对，而且那留白对他来说是工作啊，对，毕竟还是在荒岛上。可是这本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你正在做的时候我是享受的。那么有因此发现对方就是这7天你们只有彼此，有没有什么对方最不可取代的部分？有很多有哪一个点 moment 让你觉得有你真好？他爬椰子树的时候，我超渴的，因为这个看他说，全村的希望。他因为我不知道影片有没有呈现出来，我真的第2天早上我超级紧张，他很焦虑，没有，我这个人喝很多水，然后我就看着他，而且你的嘴巴超级干就是嘴皮都是白的，超渴。然后我真的是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他身上，所以他椰子没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哇靠，那这样这影片会毁了，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去哪里拿水什么的？对，所以当下就很紧张，好险他有把椰子下来，超感动的。而且你们互相就是有拿到的资源都不会觉得说这是我拿的，虽然在节目上面不太可能会这样，可是因为真的很饿，就是但是你们都会这样互相分享。我觉得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多一个人类，这个人类也是我的资源。如果他没办法工作的话，没办法做任何事的话，你们还是所以你是在为你的资源，不是也不能。其实一部分是为自己着想，我们是队友，我不能少一个队友。对，我们都是队友，一个 team 嘛。本来眼泪要流下来，收回去，瞬间收回去。所以在海里，我看到那个蛇的皮嘛，我不能吓他。我跟他讲海里有蛇，他就死不进海里，我就不会进海里了。对啊。所以其实也是为了你要，为了我自己。他是回台湾才知道有那个东西的吗？就是后来你要吓他的时候，没有，你好像我们7天结束完回爱妮岛，那时候你就跟我讲了，我看这假的里面有蛇，哇，那你好险这里没跟我讲，不然你绝对就不下去了。你们回台湾的时候有量体重吗？我们第7集就量了，对，我们第7集有量，然后就直接讲我们2个人都各自瘦了4.5公斤。我靠！我很惊讶是他还有4.5公斤可以瘦，因为他原本已经很瘦了。可是因为那个Ian回来之后，我们有见过面，然后我那时候第1天他说：“哇，你变好瘦，因为他已经很瘦，然后变得超黑又超瘦。”我想说，你看你就是一个饿坏的人，好好笑。那他的腹肌都出来了，现在回来了吗？体重什么都早就回来了。我在想，可能那个第7天回到饭店，对，就回来了，差不多，因为比较多是脱水之类的吧。对，哇，那次回来。第1餐吃的好幸福，好好吃哦！就我觉得哇，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很感动，就是这辈子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感觉，我的感觉。然后我们吃那一餐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很认真的在吃，可是我们吃的那个反应，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反应，就我们2个是哇，这太多层次了，真的很好吃，很多层次，很美味，第1餐真的很夸张，得来不易啊。那像他刚刚说，你们在那种荒岛的状况下，就是已经到连肚子都填不饱，但你们怎么可以？我觉得是情绪很稳定吗？我印象很深的是，之前有一集是那个 Eric 机场贺龙那次，那时候我也觉得哇，你处理事情的状态，非常的。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真的，我是真的做频道之后，因为真的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所以你是创业之后才开始改变的？这5年吗？对，这5年。我之前是其实蛮负面的，我常常会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子做错事情啊？或者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会下雨？但是你不会怪别人，我不会怪别人。那你怎么转变的？真的就是因为做频道发生太多这种鸟事。太多要临时改变的事，没有空去一直负面了，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对，就是我不能一直这样负面下去，对吧？我觉得就是心态的转换，因为有些事情它已经发生，你没办法改，你唯一能改的就是你的心态。所以一开始做频道的时候，他比较正面，然后反而是发生的事情，他说没关系啊，然后反正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就是从
从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学到怎么去改变我的心态。所以是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很正面，反而你是从他身上学到对，一开始他会比较需要照顾我的负面情绪，真的那伊恩，你觉得就给他赶快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可能性，the brighter side，这是没差啦，我们就这样子解决啊，这样有什么问题就解决嘛，有问题就解决。对，然后我是可能比较 J 人，做事之前会想比较多，然后他比较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反正就做遇到问题解决。那你们蛮互补的有互补，你觉得我这边有补到你吗？有啊，比较多负面情绪你有补到他娱乐的部分有啦，心情放松啊，他把整个氛围都会弄得比较轻松啊。那我们聊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前阵子 Eric 去比了大力士，然后因为我们也有去现场看，我想知道你备赛这个期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啊？其实认真是2个月，可是我是大概半年前做了第一次的训练，然后中间断了大概3个月，因为飞来飞去拍片嘛，然后真的是快要比赛的时候不行，就是我就算飞到别的地方，我还要找健身房，对，然后做训练，所以真的话大概是2个月。这是你第一次认真的备一个体能比赛吗？对，算是。我之前有马拉松，对，马拉松也蛮认真。但是这个难度应该不一样马拉松是全马嘛？对，全马。哇，其实全马也很累哦。对，不一样的比赛啦，就最大的困难啦，就真的你人生要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像你讲的，不管是饮食，就我吃东西，我还要量它的重量，算到底多少卡。你备赛大力士为什么需要做到这个啊？因为我要你维持体重就好了。我要参加90公斤的量级，所以我不能够超过90。你超过很多了吗？我本来一开始是95。那你很厉害你2个月降5公斤哦。没有荒岛7天就4.5公斤。他一回到岸上，原来荒岛是为了这样子备赛备赛7天，你们算是荒岛断食。荒岛断食有帮助。不过那个马上就吃回来。对啊，我觉得最难的是要同时增肌又减脂，非常超真的很难，那真的超级难。所以回过头来想，我真的应该早一点开始。你那时候没有想说报105好了？那也是一个可能性，可是其他人都是怪物啊。90下一个阶级就105。对啊，我没有很确定，我记得无限量级好像是105几。105对，然后其实就连90公斤的很多重量我也都没办法，所以我更不用想105的。你在比赛那天，因为我们有一起去帮你加油嘛，然后你要扛那个叫什么？就是你要站起来伸腿，龙门龙门架。然后我们就是在后台插赌说你会站几个起来，你知道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那个之前我有去后面休息室找你，对，你有。然后那时候因为你的教练科隆也在嘛，他说你至少可以用3，就不是说至少啦，他觉得你可以站3个。他是对你说吗？你比赛之前站了几个？比赛之前最好的记录，我最重的好像是240公斤，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其实同一个礼拜我要尝试250，然后我没办法。太重了啦！那比赛重量是多少？比赛270。然后科隆跟他说270，你要相信自己有3下。对，他说因为比赛当天肾上腺素大家帮你欢呼然后你应该可以跟上去。你当初练240的时候做了几个？应该有个4-5下有。哇，那你很猛！因为各位观众，你们知道他最后站了几下吗？我先跟你说，我们大家猜几下。我们当下在那边唱。我先说他猜2下，我说3下。你说3下，没关系，至少有2下。我想说，我比科隆多1下，我猜4下。4下，对我比较有信心。我好像也是讲3下，因为这科隆都这么说了。我们就想说，教练都这样讲。对，相信专业。结果你超过第3下的时候，我们全部几乎要站起来，太扯了。超猛！回去看那一支影片，各位。最后几下？6下。我怎么算7下？是有失败的吗？没有，因为前面是3下240，然后276下。等一下，所以276下？276下。哇！我当下就哇靠，你自己都吓到了，自己吓到。还有那个报时是全场站起来帮你欢呼，这是真的是眼泪会流下来。这真的是比剧本还精彩，因为你是整组唯一拿到第2颗的吧？我印象中，当初我就希望可以至少把第3个抱起来，可是因为那是比赛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到第3颗的时候，他说：“没力气了。”其实已经很累了。对，然后其实好像是20秒的时候，我想说
是不是这样结束了？我想说好了，那我剩20秒，我至少把所有力气用在这颗石头上，反正最后一个项目了嘛，最后一个项目，然后想不到就爆起来了，哇，超热血。那瞬间真的是对啊，眼泪都要喷出来，真的很感动哎。可是我现在很替你们担心，你们还能挑战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们频道跳脱舒适圈，对啊，你们已经极限了体能上你是不是极限了？体能我觉得我也没有说要继续往前冲了。26还想怎样？可以了26弄完可以了是不是可以了，封顶了，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啦。其实我今天认识到一个新的赛事，我可以不负责任推荐给你。该不会是什么追马的 FXT？因为你完成226嘛，然后有一群人他们是做极限铁人，你听过这个吗？是极地的吗？沙漠不是极地，不是极雪地里，然后做那就 FXT 啊，那是 FXT 那什么？对啊，那个是什么？226，可是爬山的。哦，对，就是这个。哦 ，FXT，他们最近要比啊。对 ，Waypoint 他们。我觉得你可以做到。我不负责任推荐。开始急了。对，你知道我听到这赛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Ian 他觉得他已经都是突破极限了。对。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赛事？我早就知道这个赛事，因为 Waypoint 一直在跟我提这件事情。我说不要，那真的疯子。那全好像1年只会有100出头，100到150个人的参赛者。精英中的精英。对，已经是大家都超强。那个应该有报名限制吧？有，就是好像很危险呢。超铁226，你需要在某个时间内完成才能够参赛。你是多久完成？我是13个小时半。哦，可是很多可能都是12个小时以内完赛的去参加 FXT，然后就连这样，好像只有1/3的人会完成，只有1/3的人，他们都是精英完赛 FXT。不会，因为对我来说，跳脱舒适圈这5个字，不是说一定是要做大家觉得很疯狂的东西。我觉得只要做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想尝试的东西就好。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玩，然后我也学到东西，然后我不熟悉的东西，我觉得就可以。但你们不会怕观众胃口被养大吗？有可能，观众很大的可能，他们一定是胃口超大的。那你们10周年的时候怎么办？那就10周年差不多生小孩跳脱舒适圈。哇哦！所以 Aaron 你在准备那个大力士的过程，你有想放弃过，或是你有？我觉得没有放弃，可是因为我知道今年比赛前我其实很不安。因为我比赛前有很多是比赛当天重量我都还没举过的，所以太多未知感。然后你不觉得那种感觉不舒服？很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当下其实确实有念头说，shit，今年我觉得我比赛的话可能表现会不好。那你没有准备好，要不然明年再比啊？这个想法是有，可是我告诉自己秋哥不一定会办呢。对，他可能不一定会办。太累了。我会告诉自己说，好，不管怎样，反正这次我还是来比赛，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因为其实我马拉松也是挑战2次才成功，所以我不管怎样，第一次来比赛，然后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然后对我第2次比赛可能有帮助。然后我好像就变得比较乐观一点。你抱着一个志在参加的精神。对，然后可能心理压力比较低了之后，好像表现比预期好。哇，好很多！你调整心态好快哦。对啊，你上场前还在紧张？我是刚刚大概1分钟分享完嘛，可实际上是大概2、3、4天的一个挣扎。对。你在第一场的时候会怎么做啊？有没有一些你自己的仪式？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拍片，因为我们前期1、2年拍片，就是我们中间有个拉扯，就是我会想要很跳脱舒适圈，很疯狂，然后他就觉得不行，这太多了，太难了，太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拍片的过程中，它都是一个然后其实很多时候以前我们一起拍片讨论企划的时候，很多这种比较狂的想法都有在我脑海里闪过，可是我没有勇气说 OK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是他提了，想说我是有想过啦，可是会发生这种事，会发生这个事，可是对，所以他有时候变成要说服我说反正就是试试看啊什么的。那你心中不会有这些可是吗？我也想过啊，他的可是我其实都会想过啊。可是如果成功了，是不是超屌？他是成功人士的思维，对啊，他想的是你如果成功得到的东西，对他不是他不是想着我可能会失去。要吧，如果成功很屌那 Aaron， 你有因为Ian这样压力很大吗？以前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啊，所以我们才分开拍片，单飞的原因。比如说所谓的跳脱舒适圈嘛，我可能大部分会在舒适圈里，
对不对？可是我时不时会想要往外冲，因为像我觉得我就是属于比较容易觉得自己做不到的，对。那然后哪一个是做得到的？你是觉得他做不到？没有啦，没有。我比较疯。我可能会提一个意见，说我们就去做。他可能会提，不管做不做到。就比如说，我想要开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就会直接买耳机，因为我就 J 人麦克风，我就会想很多。然后我就买到他面前说啊，不然要直接录。他都还没准备好，他还没我们还没有规划好，他一定很多挣扎。因为 J 人就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很痛苦。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一个准备好的状态下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会不会做不好，然后开始想7、8、9个理由。对，那。就一定很多，你知道观众也会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会说哦，我也很想做这个，也很想做那个，可是我不敢啊。对啊，那你这个从本来很害怕的有些东西不敢过程，到你愿意去试的这个转变是什么？我觉得真的就是过去的经验中，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随便想想，爬山挑战好了，对不对？然后可能想说，哎，那个路可能有点危险，对。然后我看预报，哎，明天会下雨。所以想说哇，你这个路很危险，然后明天又下雨，我觉得很紧张。对，就会想放弃了，对不对？就会有那个念头，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可是过去好多经验，真的就是你到了现场，你真的在那个山里面，然后确实现在在下雨，可是你脚踩的这个地是很扎实的，你就每一步你就自己就是小心的踩嘛，然后很多时候就最后，哎，其实最后也没什么事发生。所以过去很多这种经验告诉我说 ，OK。这些风险是有的，没有错。然后我可以做的就是，我不知道，买比较抓地力好一点的鞋子啊，降低风险，可以降低风险。可是很多时候确实，还是你有精算师要精算一下。对，这我觉得这职业病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算过，会算太细，然后风险一高就但那还要做吗？这样。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说，这些事情很多在我脑海里想的，其实不会发生的。它有发生的几率，像我这种个性，我是需要小小一步一步的走。对，因为可是Ian他可以是一大步一大步的这种，还是你一开始我脚比较长啦，他脚比较长，对。所以对我这种人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小步的经验，如果你要我直接一跨一大步，对我来说这是很困难。对啊，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像Ian那么勇敢，比较怕的人比较多。勇敢嘛，乐观啦，敢冲。你就反骨啊，就疯了。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对你们都觉得做不到，我越要试证明给你们看，这样子。然后其实做得到，你看，其实你们不用那么怕。可是我现在回想，所谓的失败都不会觉得是失败，就是真的我去尝试了，然后这过程中一定会认识到新的东西，一定会成长。这个能力怎么训练来的？我觉得真的是要够认识自己。因为我够认识自己，所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讲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完全不影响我。我觉得可能20尾快30，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个迷惘的一个期限，就是我有赚钱，我钱也够用，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就看着未来的自己，我未来20-30年要就是这样吗？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很多。我们叫做 quarter life crisis。你是那个时候出车祸了吗？那时候出完车祸才这样子更有意思，才开始更有意思啊！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那钱就已经开始，对那阵子可能已经在一个就是对人生大概已经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蓝图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开始去想，那我除了工程师，我还是谁？然后自己的价值观会开始很明显的浮出来。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相信就是好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值得被尊重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啊？我是不是想要成为？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应该我希望自己可以尊重得起的人，然后就成为这样子的人。那别人怎么讲呢？我就不对大家，我就听不到大家的声音了，因为你很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们觉得你们很认识自己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也是我超晚，最近我可以说是这3-4年才开始，我也是知道要走上这条路1-2年吧。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成长过程中，至少我个人，因为小时候就认真念书嘛，然后我就觉得 OK， 我只要专注念书，我就可以通往很好的道路。然后现代的人太容易得到快乐，我觉得小确幸，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
我就靠打游戏，然后觉得很开心啊，所以我不会去花时间来想要认识自己，因为我可以随便我只要开电脑，我可以得到快乐，我为什么要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是真的要迷惘，要过到一个低潮的时候才说，为什么我会低潮？为什么我会难过？你才会想说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那你就在那过程中才会更认识自己。我觉得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遇到低潮。我觉得你的 case 不是说你遇到低潮开始认识自己，是我们都达到我们自己觉得人生应该是最成功的样子。对。以前我们真的都爬到顶峰才发现，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对，好像爬错山了。我虽然爬到山顶了，这风景不是我要的。走错路了，算蛮幸运的啦，就是都有在自己的本来的事业中算蛮顺利的。所以可以很快的达到小时候自己的梦想。对，因为达到一个梦想才会再 question 自己说，这个梦想到底是不是我要的，还是社会赋予给我的梦想？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因为他有分享过说他小时候很怕无聊，所以我很怕。可是他不打游戏，对不对？对，我不看漫画。对，然后他宁愿选择迷路，对不对？去寻找从中得到快乐。所以我觉得他的小时候得到快乐的这个过程中，有帮助他认识自己。有可能，我是这样觉得，有可能。那你怎么认识自己？你做了什么？做频道，不管是做一些挑战，像提到我以前很悲观嘛，那我还做了这挑战，才说，乐观的好处，然后我从中得到很多的成长，然后可能等一下可以聊的，就是因为2个人合伙，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聊啊，要更认识自己，对不对？然后更认识我的合伙人，更认识我自己。那这过程中有很多的拉扯，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情绪？为什么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就会更认识自己。这样，所以这个频道也是对你帮助很大，就是经营这个频道。是。那既然聊到合伙，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啊，因为你们本来是好朋友嘛。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是，本来是好朋友，现在不是。还没醉。你们本来只是好朋友，但现在是好朋友，又多了工作伙伴的身份。很多人都说，你知道朋友，然后突然变成创业伙伴，就是很多人都翻脸啊，或什么的。对，你们是怎么样这5年找到一个所谓？你没看他现在就是这样子看我们平衡点，看好戏的心态。真的年轻人呐，你们以后有问题可以问我们的，没有？我们现在就要问啊。对啊，你们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的？真的很难，既能维持友谊，又能维持一个很棒的工作伙伴。你们冲进去这个事业的时候，友谊跟商业考量，比例怎么抓？100%友谊哦。对，你是说太感人了吧？从头对，100%友谊。一开始先把话讲在前面，说不管怎样都不能。可是我们其实没有讲到这些。我们一开始，我觉得任何人创业的时候，一开始都很热血，一定都会先想好的啊。对啊，我跟你好朋友，我们做事情一定很顺利啊。我们以前当了10年的朋友，对啊，我们创业一起10年，我们也10年呢。对，11、12年，你们也撑了10年，但是我们是创业的第1年，对啊。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说 OK，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友谊。对，没有讲，可是我们心里可能有这样想，有共识，对。可是我们没有放在前面，就说 OK， 以后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当好朋友。就觉得不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因为会影响我们的友情，因为本来就好朋友，或者是你们已经非常认识彼此了，你们知道其实没有。没有，也是越做频道，你们也是一个问号。我觉得我很认识你啊。哇，现在小情侣吵架，我们那时候已经睡了很多个晚上。怎么办？你说。对啊，我觉得我第一个吓到了，我先喝一口。会怕，是不是会怕？我第一个吓到的是，他真的是个工作狂。就是因为以前你在什么时候的时候发现？因为以前朋友不会知道他工作的程度到哪，对不对？然后我以为我是个认真工作的人，然后还好，没有啦。我以为我至少之前我在做精算师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也蛮认真的啊，对，蛮认真。可是我的认真跟他相比之下，就是不管投入的时数，对不对？就是相较的时候好不认真哦，我怎么那么混？你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因为我很难想象，就是你有办法得到他的成就，还有一个人是他无法想象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拍片嘛，然后
隔天要8点起来好了，对，然后晚上11点我洗完澡，我就已经戴好眼罩、戴好耳塞，准备要睡了。然后这个时候燕还会在用找你开会，他有时候就会Eric 你觉得那个什么事情怎么样？然后你就说看不出来我想睡觉了吗？对，他就是我要管，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早睡早起，然后睡眠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没睡饱，我隔天根本没办法工作。然后他是可以不睡觉的人。然后要睡一点点，对，他是可能3-4个小时，他可能一点点就好。对，然后他晚上就很多想法，所以他想要晚上讨论。他晚上想讨论的时候，我还有画面，不要，我觉得很累。那怎么办？就是他会把你讲，起来重睡。他是不会叫我起来，剥掉，他会一直他会在我感觉要入睡之前抓住这个时机。他可能刷完牙从厕所出来，我说Eric，来看一下这个那时候你怎么办？你那时候你才第一次发现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做频道这个东西很有趣，很热血，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也是我想要讨论。对，可是我的你想，可是你得先睡觉。对，我的算是一个纠结嘛，就是我很想讨论这件事情，可是我的生理告诉我说我想睡觉。然后有时候讨论完，就算我去睡了，躺在床上，我脑海里还在想这件事情，没办法关机。起了个头，你就会开始想。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还是你有跟他讲说，以后我刷完牙不要跟我讲公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有时候什么刷完牙不要讲公事，他应该知道啊，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会比较怕跟他开启话题，所以他问你的时候你就装作你已经入睡，因为你觉得你只要一开就会说，那个，所以他很早就会回房间了，门就关起来，对，门关起来。我大概知道了，因为他有给我就是直接讲了，说晚上真的比较没有能量，然后需要休息，他早上就比较有想法，然后晚上就大概知道接收到了，我就会自己做我自己的事。后面有做一些调整，然后他自己也会回避我啦，然后你就寄 email 给他，等他有空的时候请他自己看。也是，就是那时候还没用 Slack， 可能就是会私讯他啦。对，因为你知道他明天早上再回啊。不是你们不是住一起吗？对，可是我晚上我有想法，我就要丢出去啊，隔天感觉就没了，可能就没了啊。他就想丢出去。然后我的劣势是我隔天，比如说我9点起来好了，可是他还在睡，我不可能把他叫起来讨论事情。他们好极端哦，他们两个完全就是我们之前的样子。那你们是谁改？她跟她老公就是这样子。我跟 P 哥，因为我就是你早睡早起，因为他就是半夜2点，因为我们是夫妻嘛，我们同床睡，他晚上2点会说，我想到一个企划，我觉得我们可以怎样，然后他说同床睡，可以明天再说吗？我好想睡，因为真的很想睡觉。但是我想问，像你们这样子的人啊，你们不会一方面觉得好累，可是一方面也觉得好安心吗？因为你身边有一个人，就是在你想睡觉的时候，还在帮你们想频道的事情。我想睡觉的当下有没有？可是我起来，你还在睡的时候，我也在想频道的事啊。我也是早起，然后我早起就我一脸热血说，好，我准备好了，我们来讨论吧。对啊，旁边那还在睡觉，好好笑。你们已经睡着，就不好意思叫起来啊。等一下不是还没讲到，那所以后来怎么解决？你们现在的平衡点是什么？平衡点就是分开拍片。你们在哪？你们可是我相信就不要强求。没有。可是我相信你们在这个过渡期，一定也会有一个。你们都是可以直话直说的吗？是。可是我觉得我意识到的是，我就发现，这人是个工作狂，他可以不用睡觉，我永远没办法达到他那个程度，所以对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说 ，OK。他有这样子的欲望，然后他愿意投入这样的时间，可是我没办法，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讨论出一个合作模式，让我们2个人都开心？刚好是在你们想要暂停的时候吗？对，有点算是一个继续走下去的一个点。对，是因为先想暂停才讨论出这个解决方法，还是因为这个解决方法？这件事情太困扰了，太困扰我们2个人。本来很困扰，导致于想暂停，但是因为想到了解法，所以就不用暂停，是这样吗？对，一开始的我是以为，我是不是太混啦？我是不是要投入更多时间啊？我是对这东西没热情什么的。然后想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对，然后我后来想说 ，OK， 我的人设是这样，我没办法，我的100%想要保留一些自己，对不对？对，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子天生的差异，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不能说天生啊，就是我的人设跟他的人设、个性的差异，想要的生活有这样的差异。那所以我们讨论出一个新的方法，
就是分开拍片，然后现在的团队都是他在管理。那我比较是属于创作者，对，然后我就因为创作是我很有热情的地方，可管理团队就是创作完要管理团队真的是很不简单，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就有时候我看他没睡觉，我想说你要不要多睡一点？可是他也听不进去，那没办法。但他可能很 enjoy。有，他现在有搬离办公室，即将啦，先第一步跨出第一步，对，换个地方工作。但是像你这样不算是急性子嘛？比如说你今天就好有一个想法你好有热血，你好想赶快讲出来，分享出来。可是他要睡觉的话，对啊，会啊，长期下来应该两边都是对啊，都是累。而有一段期间就是因为我觉得 Eric 也比较不会主动的把他心事摊出来讲，因为他也你们两个谁比较主动？我比较主动，真的我比较主动，然后他会尽力配合。可是因为我们朋友很久了，也合伙那么久了，你也知道他其实有点委屈。对，我看得出来他可能有点委屈，或者是他其实在他委屈，但是他不说，他不说。对，然后他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片什么的，就感觉他的能量状态不在，不比可能刚开始拍片的前1年2年的。他不是不想，但他可能真的那你看到的时候，你怎么面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主动提说。我们要坐下来好好谈，因为我觉得我发现好像，我觉得你这样你很棒对啊，因为他不会主动讲，因为他也不想影响公司。可是有些人会，如果是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认真，可能会先责备，对，会觉得说，你今天工作好像心不在焉。可是你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他跟你是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两个好难得哦。因为我一直提醒说在一起，没有啦，我会提醒，有啊，提醒他说，我们辞职是为了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对，那我们应该现在要过得很快乐，对，然后心里很满足。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变成另外一份工作的话，那就好像没有那个意义啦。你今天只是来打卡上班，然后做的也不是你想做的，然后整个这边工作的氛围是不自在的。所以从你开头了这件事情，他会听进去，他还愿意把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事情讲出来。那时候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的认识自己的过程，找自己的过程。他可能会开始反思，对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一部分的我当时也没办法承认，就是说你有点不想承认吧？对，我觉得有点不想承认，就是说，因为过去的我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做得到，可是变成是我要意识到说 ，OK， 有些事情我就是可能不适合我，承认自己某些脆弱或者是对不足的部分。对，所以那个过程对我来说也很纠结、很困难，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通常啊。就是一般认知里面，我的认知里面，男生更难讲出自己的困难的地方。对，所以你觉得你们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吗？所以你身边有一个人愿意带领你讲出来。对啊，因为其实他没带我讲，也有影响到他啦，有影响到公司、影响到团队啊。每次拍片就是会觉得这个氛围，因为我会觉得很可惜。如果你不想要。就是做团队经营这一块，要不然你只做有没有什么你做起来很快乐的？对，数字可能你比较喜欢做数字的东西。我觉得伊恩很成熟。对啊，因为我跟他朋友很多年，因为我们不会讲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困扰，可是我不知道我身边有一个这么酷的朋友。我是觉得处理事情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都约不出来。各位评评理，你评评理，不好约。我们上一集我们有存档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后一题是问说，你觉得朋友应该多久约一次？我记得他当时的回应是3个礼拜，然后那一集结束之后呢，我们大概3个月才见面。我真的谢。我说3个礼拜啊。但是你是愿意只有对你真的你要认定说这个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合伙人，重要的人啊。对，所以因为会想要他基本上就是没有被你这样激励过的，是不是就不太重要？没有，我是觉得你们都可以激励自己，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好，你们都做得很好吧？我是也很想给他激励一下，就是很想听听看。需要激励的。那我们要聊，因为我们要聊心呢，因为我们真的在一起比较没有对啦，你们可以合伙一下就可以，就聊那么深，就会。但是对，讲到合伙，我也很好奇，因为当时你们是好朋友合伙，可是有一次我是开玩笑跟他讲说，因为我合约今年要
到了嘛，我现在在考虑的是我要继续拍戏呢，还是我要经营自媒体？然后我就想说，不然我就进嘟嘟妹公司，就是合作拍片。对，然后他就说，好朋友不要拍片啊，好朋友不要合作啊。对，我想说，可是他在马上拒绝，我马上拒绝，他马上拒绝。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之前的拉扯遇到的困难，我们知道这真的太困难，不是所有友谊都有办法撑过这一段。对，我们能撑过去，我觉得蛮难的。我也觉得很难得。你觉得重点是什么？因为比如说像我跟小米现在也是开了一个频道，对。然后其实我们到现在，你之前建议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还没有做，要好好写合约啦。但目前的状态还因为还没赚钱。对啊，各位厂商们，对啊，今天有多多面哦，你们让他们一赚钱，可能就会开始尴尬了。我要看到血流成河，想要看他们尴尬，直接砸1000万，对，砸在他们身上，好尴尬啊！马上最后一集，没有了，没有，确实就是有成绩之前，就要谈这些东西伤感情，真的伤感情。对啊，真的很困难，所以朋友创业真的不简单。如果你们有人是朋友一起创业还撑到现在，真的恭喜，真的很厉害。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个不懂事的朋友，合伙没有签合约，没有谈怎么分钱，就是一股脑儿的，就是 OK，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我们有同样的兴趣，想要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做，我们的友情可以成果。对，你们愿意分享最撑不过、差点撑不过的那个 moment 或是那一个状态是什么吗？因为一定很多好朋友想一起创业。我觉得最终就是你有没有够重视这段友谊，重视到说我可以放弃这个频道，所以就看这个友谊有多坚固。对啊，够坚固的话，你愿意放弃一切的话，就有讨论的空间。可是你现在，因为你们如果没有赚很多钱的话，我们不是说赚很多钱啊，只是说你们现在只有友谊，没有其他的选择。可是当友谊跟另外一个很吸引你的另外一个很香的东西，对，摆在你面前。举例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个阶段想到说我们两个在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就是也是一股热情，确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很多能量跟快乐。对，等到就是真的有你讲的那一天的时候，我现在目前是没办法想象会有什么事情，就是工作量、收入，是不是就这样？对啊，跟你想要的生活，比如说刚刚举例，可能是你们谁比较工作狂一点，还是在这个东西上面差不多算一半？一半。对，那我随便举例，不要说你们好了，可能2个人，有一个人可能常常付出超过一半，然后有一个人可能会比较重，比如说我啦，我重视，比如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对吧？那像他，对不起，像他的话，可能就周末都在想工作的事情，然后我变成是，我周末我也想要跟然后你又会有愧疚感，我会愧疚等等，然后长期累积这些不同，这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对不对？虽然我也想要在做频道，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全心投入，可是我也重视生活其他的东西，对吧？那如果有一方觉得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好，就是做这个频道，然后生活应该长这个样子，有这个差异的时候就有冲突。因为你们对未来的想象也是不一样的。就你觉得这个频道应该是这样分，应该是这样子的走向。然后因为付出一定不是刚好50%、50%，对，一定是有人是觉得他是我付出好像比你多一点点，我好像付出60。才付出40，这个时候这个人该怎么办？这个人应该要提出说，我觉得我付出的东西好像多一点，我能不能分多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坐下来讨论，就是要很明白的讨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一开始50-50，然后突然要变随便我不知道64-73什么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沟通过程很困难，很困难。一是两方都很困难，做比较多的人很难开口，对啊，然后。可能做比较少的，可能对他来说，我已经尽全力了。而且我们是一起把这个频道养起来的。对，我已经做全力了，然后我突然要放掉这些，然后可能因为像我现在没管理团队，以前管理团队虽然我也享受这过程，我也从中得到很多成长，可是它影响到我的创作，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要意识到说，
OK， 那我是不是管理团队上面可能不适合我？对，管理团队上面你们是一人一半呢，等于以前是责任上面责任上以前所有事情其实这样好难分，都是一半一半。所以就对于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周末啊出去走走等等，我也要就是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需求，然后我要愿意放弃。取舍啦，一定要取舍。就我不能说我要生活，然后我的股份要一样，然后我团队什么决定我也都要，分成也要一样。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然后愿意沟通的话，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对我来说会很煎熬。对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都想要，啊，因为什么都想要，你不想要牺牲或放弃，所以如果你是卡在那个点，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可是又不想要放弃一些东西，那很多合伙人五十的，真的就会卡在那边，对啊，僵持不下。就是赚钱之前，我觉得就是要先讲好责任，因为我们是那种，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做的比较多，你好像做的比较多，那有时候你自己觉得做的比较多，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做比较多，对对对，可是你们就先讲好，我就是做这个。你就是做这个，先讲好了，对啊，这样子大家就想好，你这样子做这个应该得多少，我这样得多少，而且你讲好，不对齐的时候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困难了。对啊，而且最好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哦。比如说你负责行销，直接大分开，然后你负责可能比较对之类的。所以如果双方不要说企划跟行销都是要花同样的时间，可是如果最终效果都有达到期望。你们比较好对彼此就是交代，对，可能不知道你超有效率，你一个礼拜只要花1个小时想好企划，他行销可能要花我随便讲10个小时好了，就算你们投入的时间不一样，可是你对他想要企划好棒，有达到你期望之内，然后他的行销有达到你的期望之内，那你们就有这样的共识说 OK， 我就不能插手你的行销，对，你不要插手我的企划，要互相尊重，对。最好是这样。如果2个人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就会有比重的。这件事情我好像比较在行，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一定会有不平衡。比较在行的那个，就会自然而然的多做一点点。对，那多做一点点就觉得，他觉得我都是我在付出，一半一半吗？对啊，我们现在怎么付出？可是他认定的多做一点点，也许另外一个觉得他原本那个方案就 OK， 就 OK，对对对。可是两边就很多美感，对啊，对啊，所以要先讲啊，先聊。但我觉得加油，看好你们啦！这是什么看好戏的心态？但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至少你们现在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平衡点，而且你们各自拍的影片，大家都也有不同喜欢的，对啊，也是蛮庆幸的啊。因为其实分开前我们也很焦虑，你们一定也会担心，很焦虑，对。原来是好的结果，很棒，是好的结果。那你们接下来还有什么人生规划吗？不一定是频道的。因为我跟工作室绑在一起绑2年了嘛，对，然后其实这样的生活，我现在还是有点乐在其中的。只是我常常是疯子，真的，我有时候常常会，你其实很喜欢把我抽出来，然后用第三人称在看我自己，上帝视角在看我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哇，你这个人好疯，好不健康。这样子。可是你要想，你已经意识到这件事，就是一个开始。对，你本来可能觉得可是这个上帝视角会不会是你旁边的声音啊？你以前都不听的他都不听的啊。哎呀，跟我讲都不听啊。你现在怎么突然听那个声音？对啊，怎么开始的？因为我有时候会发现，我周末真的，比如说一个半天没事啊，或者是有时候那种2-3个小时没事，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就是没有这段时间没有工作。其实你就是问说谁有空出来喝个咖啡这样子。可是他不想啊。对啊，我们上礼拜就问你说要不要喝咖啡，你知道吗？太突然约了，就是这样吧，约就是这样。要跳脱舒适圈吗？对，我们就是我那天就是问他说要不要喝咖啡，然后他过了大概28个小时回我说。这个时间喝咖啡？问号。你是过28小时已经凌晨1点了。我看到，因为他好像是下午5-6点发的，我是隔天才回啦。
然后说下午5、6点喝也不合理啦，这不重要吧？真的，你可以点柳橙汁。所以是一些可能突然没有工作的时刻，然后让你意识到说，哦，不行，我好像除了工作，我你需要 life， 什么对我都没有生活中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好像只有你没有生活，对，没有生活了。虽然我当然可以打电话给你，可是我会觉得说，可是我不想打不给你，是，就是我要有如果我们平常就是固定，真的2-3个礼拜就会约，那我今天真的2-3个小时没事。我就觉得原来是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对，所以是什么阻碍了你？就是太突然了。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当时就挺突然的，没有一个，所以我们要常常突然的约他，让他养成习惯。我们慢慢累积之后，慢慢累积就可以有这个习惯。或者是你加地址给我们呢？对啊，直接到他家楼下，你们来你就这么好的朋友，对，就直接到你家点外卖。接下来的也不能说人生规划，接下来你想要的调整就是慢慢可以在工作里多一点生活的比例。对，我要向 Eric 学习，他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榜样。屁啦，没有，真的，我这话是讲真的。就我就是很，其实我觉得都各有羡慕，对啊，这没有对错啊，就是你自己的选。那 Eric 呢？那他你不要生活多的话，他的工作就会留到我这嘛，我再努力一点，所以我就要工作比较多。不要，就是找到一个我想要定居的地方。你现在在找吗？现在在找吗？没有，我就很认真的在拍宜居城市。是 LA 吗？我觉得 LA 很不错，可是当你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想说，外面有什么其他地方？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对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存不存在了，还在探索中。还是你就四海为家，反正你也习惯。因为我觉得 LA 还好，但是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不习惯啊。对啊，你不觉得台湾不错吗？台湾是不错。可是夏天真的很热。你目前第一宜居城市第一名是哪里？其实我蛮喜欢日本。哦，日本还不错。然后大家艺人就说什么澳洲很不错。可是日本东京夏天也是。是吗？对，我可能是秋天去，觉得很棒。是秋天，日本的秋天真的很棒。是哈。对啊 ，LA 也不错啊，就是塞车，物价贵。好啦，我觉得那你就是分4季住啊。如果我有这样的能耐的话，我也希望你一定有啊，你有这个能耐。对啊，你都宜居城市了。好，那你们给自己，你们给自己现在生活几分？整体几分？不要想太久。我觉得不用给我们建议了，应该一个7、8分吧，8分好了啦。我应该比较低啦，因为我刚刚已经讲我的问题了嘛，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努力啊，所以应该是5-6分。哇，这么低吗？对啊，因为这是我要去正视的一件事情，我都已经快37了，36了。生活可是你已经在做了，可是你有开始了。首先你已经租房子了，他做这件事也一半是我们的团员逼他，半推半就这样。对，拜托老板，你快搬离这里，我不要再送你们租。是蔡阿嘎说的，常常他们会借我的办公室开会，因为这没空间开会，然后我就会在就是大家其他地方做事，就是其他地方装忙。因为我办公室被借走，你知道其实阳台可以搭个帐篷，之前帐篷搭，你们阳台超大的，被吹走了，台风来被吹走了，对啊。那最后想请你们给我们 podcast 一个跳脱舒适圈的建议。其实人生就是如此，对，就是每分每秒都在过嘛。其实，你每一天都是在认识自己，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像我就是这样子。其实你每一天都在改变，都在进步，都在认识，所以就是 have an open mind，接受。有些人会太想要达到那个他目标当中的自己，对，然后一直批判说，我现在很差，我对，所以对啊，就是接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我在说他，我想到的是，你现在工作上如果有一些是你不想做的，既然你这么重视生活和工作，那你把一部分不想做的工作给别人做。他有开始学习，今年。那你都把想做的工作留给自己。各位，我们的 podcast 今天有团队咯，对，因为他懂得把这些东西就是交付出去。而且上次伊人来录，那时候我也可以说启发很大一集，就是因为你就说不要什么事情都先说不。对，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然后我就会比较容易说不要。但是我今年我试着有尽量先所谓 open mind， 就是先听看看，然后先不要觉得自己不行，
对，出事了再说嘛。可能没有办法突然说哦 OK 啊都来，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有试着改变我的心态，就是先不要拒绝。对，很好很好。目前感觉怎么样？也没什么事啊，就这样。对嘛，没事嘛，对，没事嘛。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为了你们哦，有一个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游戏活动。对，游戏活动你忘了吗？你忘了吗？你有看访纲吗？我差点要手有啦。所以这个活动之后会设计在每一集，而且我说只有你们，因为我们是刚好合伙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默契大考验，想要玩。然后这个题目呢，我们是到刚刚都不知道的，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贴给你的东西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OK， 对，等下两组人猜火，等下两组人猜火，直接还在现场决裂现场开始。等一下，我们这是有处罚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录影的最后一集，你要讲什么？就是处罚，就是等一下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就是输的那一队买单。哎呦，好啦，买单啦。那吃什么？我们吃比较多，没事。他们觉得他们会输啦，不会，对他们先觉得他们会输。好，谁先问？你们决定，你们来者是客。好，你们洗澡的顺序，你们是 A 先洗头还是 B 先洗身体？1、2、3 A。你们珍奶加料是加珍珠还是椰果？1、2、3，珍珠是 A 是没错。好，2题咯。第3题，太扯了。香水，你们是 A 先衣服还是 B 先皮肤？1、2、3，皮肤。好，第4题，你们手机充电是随时插，这是 A， 还是 B 低于50%再插？1、2、3 B。什么？好扯啊！这有 say 过吗？我真的不知道这题有什么好玩呢？好，你们第5题，你们蛋饼的酱 A 酱油膏 B 甜辣酱。1、2、3 A。我靠！他们5分，好，我们真的不知道题目哎。好了，好强哦！完蛋了。好，我问吗？来，起床第一件事 A 看手机 B 上厕所。1、2、3 A。火锅汤底 A 豚骨 B 柴鱼昆布。1、2、3 A。势均力敌。可以。 Oh my god！ 我就猜，我觉得他会猜的。没有，这个算有女友的好好。第3题有难度哦。口红颜色 A 豆沙色 B 正红色。1、2、3 A。等下你们知道豆沙色是什么吗？不知道，他感觉。可是他们不要正红色，他们很确定不要正红色。我3句法不要正红色，超好笑。好，第4题，闹钟设定 A 一次起床 B 设5个。完了。1、2、3 A。哇塞！你不是5个吗？我是2个。我知道你不想比较靠近 A， 比较靠近。好，这个难咯。第5题，卤肉饭 A 瘦肉派 B 肥肉派。1、2、3 A。我们一题。卤肉饭就是要肥肉，不然它不叫卤肉饭。你怎么会选瘦肉？因为我想说你要吃爽吧。算了。可是从这题可以发现，你们都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太感人了吧？在一起，为了玩游戏。换你看得懂中文吗？这个5题可以。Eric 中文比较好，对不对？好一点，对。好，再来了。出门必备要带什么 ？A 护唇膏 B 卫生纸。1、2、3 A。哇，好强哦！好，下一题。看电影要吃 A 可乐 B 爆米花。1、2、3 B。我通常都是 A 加 B， 没有再分开的。这题很过分，这题很过分。然后下一题。洗脸用水要用 A 冷水 B 温热水。1、2、3 A。哇 OK 好，那这个是OK 看不懂了。选召唤兽选召唤兽是什么？你要召唤一个怪兽。召唤兽 A 火龙 B 冰龙。
1、2、3 A。我笑死你虽！然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但觉得火龙比较我喜欢帅。火的部分。 C 库龙，好的，最后一题。得，早餐店要喝 A 奶茶 B 红茶，1、2、3 B，不一样哦。早餐店的奶茶很恐怖你被早餐店3个字制约了，你知道不是啊，吗？早餐店奶茶就是可以老大便啊。所以你们这错2题吗？错2题。对啊，好，他还在那边算呢，对要算啊，要算，这很会是嘛算对不对？有人在算，好不好？对，来，第一题，从这里这个，出门必备 A 护唇膏 B 卫生纸，1、2、3 B， 你带护唇膏干嘛啊？我2个都不会带啊。你带卫生纸干嘛？你要干嘛？卫生纸很多功能啊，护唇膏只有一个功能。可是没有，我嘴巴容，我嘴唇容易干。你怎么知道护唇膏只有一个功能？那你而且你有带过护唇膏，我没看过你带卫生纸。那确实干。好，下一题，看电影吃 A 可乐 B 爆米花。 1、2、3 A 哦，其实我是 B，但我刚刚来不及反应。可恶哎，那算错一题，哎，没有啦。洗脸用水 A 冷水 B 温热水，1、2、3 A 选召唤兽 A 火龙 B 冰龙。1、2、3 A 早餐店 A 奶茶 B 红茶，1、2、3 B，我知道你的答案，可是我是 A，你真的是 A，你诚实面对自己要忠于自己。你诚实面对自己。所以我们有错2题，所以我们总共错了你们错3题，我们现在输1势题。均力敌耶。最后一张喽，最后一张，我们会赢， Ending 咯我们会赢 ending 的咯。 ending 了。晚餐合伙5年跟合伙1年的 PK，可是你们认识几年11年， 11年我们认识几年？ 16年哦，哇，这么久了，这么久哦有点久，太久了。差不多啦，差不多15哇，你们大学就认识了哦？ 15年差不多。我们是毕业才认识我们大学认识，他大3的时候。对对对，哇，好久哦。好，准备出吧。准备出吧。好，你们便当的配菜是选 A 海带还是 B 卤蛋？1、2、3 B 这题一定一样。蛋白质，你们咸酥鸡是 A 加9层塔还是 B 不加9层塔？1、2、3 B，我就知道，因为不是啊，他不吃我吃，对，他不吃，我都知道他的答案，但我们忠于对自己。没办法。好了，有诚实就好面对自己。好，你们去热炒店点的时候，你们会点 A 炒饭还是 B 炒面1、2、3 A 都不健康了，要吃更不健康很的。难选的，我选白饭可以吗？这好贱哦，这题。这很贱。好，你们个人角色属性是 A 力量型还是 B 敏捷型1、2、3 A，那你们也不一样啊，你们也会不一定有这题啊。不一样吧然后你们的鞋款是 A 白鞋还是 B 黑鞋1、2、3 ？A，嗯好答好答。我们答对，我们错2题的话就平手。对，好，你们会错3题，你们可以错1题，我们可以错，不能错2题。哇，他们我们题目可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刚刚偷偷看了一下，有趣了。那你先好来。包包会 A 单肩背还是 B 斜背？1、2、3 B 哦你们这样很怕输是不是？哦，你这到底在紧张什么认真的啊？哦。牙膏你们会 A 从尾挤 B 随手挤1、2，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从尾巴尾巴开始挤挤，还是随便压？随便挤好，OK。 1、2、3。等，A 是什么？B 是什么对不起，A 是从尾巴挤？OK，好。 ，B 是好从对不起对不起随便挤。好，没有。 1、2、3 B，啊，想半天嘛，对对，我对不对？刚刚没听清楚怎么。会随便挤嘞？随便挤啊，你满的时候你随便挤，它就出来啊，。你是从尾巴挤从，尾巴挤，不管它多满，都从尾巴挤。刚开始有随便挤，好对啊，那你最后会从尾巴挤吗？就是从，所以如果它没的时候要从尾巴挤啊，没办法。所以他问题没问好。 OK，对不起，哎，是你的错。那我算错一题。没事，不用了。好，早餐店主食会选 A 吐司 B bagel。1、2、3 A 哦，如果要选一个超能力，你会选 A 瞬间移动 ，B 心灵传动。哦 fuck， 1、2、3 A，哇，我真的会选 A。可是你选心灵传动，你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读心术，可是我想到，我知道他想什么，我可以瞬间到他旁边，不是更好？直接问他在想什么。对他说我离你很近，但是我觉得你离我好远最遥远的距离。好，最后一题哦，把握一下。他们现在错几题？一题吧，
我们现在平手嘛，所以你他们在输一题一题才平数啦，平数洗嘞。完蛋。好，最后一题喽。鞋子你会选 A 包鞋 ，B 漏指。哎，差在哪？哦，OK 鞋子包。 1、2、3， Yes，超想尿尿等。下我们输了吗？ Yes。我们等下买单。我们输了。太棒了！哎，是要吃牛排对不对？牛排应该是牛排吧对我？记那得是牛排你们想啊，我去尿尿。哎，不是，还没结尾啦。对，超想尿尿，因为玩到第1章我就超想。好玩，好玩，好玩。合理啦，哎毕竟我们已经合伙，我毕竟们其实快合伙6 5年了，快6哎，年。合伙6年，认识16年，我们真的是比不过啦，比不过比不啊，过了，你们太真嫩了啦。的是你们默契整个大年轻胜。人第一，题年轻人，买单呐。好啦，看哪一间啊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 Doman 来，然后很开心不是 Eric 呛掉了，呛掉了啦！ Eric 回台湾谢谢佑荣，的时间谢谢佑荣。。我超想尿尿，快点。等一下，Eric 回台湾的时间还就是抽空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真的很感恩开心感恩哎，真的很看重这 podcast，感真的感激很感动。而且我一问他说，可以当然一季来一次吗？可以，一季有这么多可以聊的吗？有哎，有我们我们上问你很多次一个反纲对只有 A part 聊完，B 对完全没真的聊。我们那时候 B 没聊，就说没关系，我们等下次你 Eric 下次独访来。我真的要尿尿。上次读好啦，好慧姐，谢谢，这集到这边了。那大家就是喜欢 Doman 的话，欢迎去追踪他们的 YouTube 频道、IG，然后这支影片欢迎在下面留言、订阅、谢谢大家按赞、5星好评。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拜谢谢 Doman，拜拜。